朋友们，大家好啊！这期呢，我们又见面了啊。现在呢，很多农户反映啊，这个三座类啊，这些农药啊，那么在经济作物上，尤其是咱们种植大棚这一块啊，这个苗期啊，到底能不能用啊？这一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我们常见到的这个三座类啊，你比如说像比座霉菌酯啊、金菌座、三座龙啊等等。那么三座类啊，在这个经济作物上，尤其是种植大棚这一部分菜农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说三座类的这些呢，不建议在这个棚管之前使用。如果您想去使用的话呢，一定要减量去使用，因为这个三座类呢，普遍的对咱们这个茎秆或者是枝叶呢有一个抑制的作用啊，所以说呢它会有一个控旺的作用，这样子呢为我们这个生产上会带来一些麻烦啊，所以说这个三座的这个杀菌剂啊，您最好呢是放到这个棚锅之后啊，再开始去按照正常量去使用就可以了。有些农户会问这个比座霉菌酯到底属不属于三座类呢？一听这个名字啊，比座霉菌酯啊，带了一个座字，对不对啊？好多农户呢就不敢去用这个比座霉菌酯呢，在苗期都不敢用。实际上呢是比座霉菌酯啊，它呢是不属于三座类的，它属于是丙烯酸酯类啊，所以说呢它呢是可以按照正常这个量去使用的。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吧，希望本期的讲解对咱们朋友们有所帮助。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一期呢我们又见面了啊。咱们这个番茄呀定植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那么现在呢已经第一穗果这个花呢现在已经是开花了。那么现在呀，咱们很多的种植户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些农户这个开花的数量特别的少。这个开花的数量呢，是直接性的决定了咱们产量坐管的一个坐管率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期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就是番茄这个能促使多开花呢？这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首先呢，我建议咱们朋友们就是说您在防治这个白粉虱和病毒病的同时最好呢是加入一点这个硼元素，就是螯合它的硼粉。同时呢还有加入一种什么呢？变氨基嘌呤。那么变氨基嘌呤呢，在番茄上的使用量基本上给它控制到10毫升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呢，就比较合适了。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呢是我们用过变氨基嘌呤以后基本上这个开花数量可以达到5到8朵花之间你看这个1、2、3、4、5、6我们要想产量高，肯定就得多开花所以呢，建议咱们朋友们要想促使多开花，建议呢您在使用这个硼肥的时候同时呢要加入10毫升的变氨基嘌呤只要呢在每次开花之前呢加入10毫升的变氨基嘌呤，这样子呢就可以促使多开花这样子呢我们这个番茄产量才能更高。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期我们又见面了。咱们蔬菜在移栽的时候呢，定植水肯定是大水去浇的。那么我们这个缓苗水，那么在什么时间浇比较合适呢？咱们农户很多没有一个完全的一个认识。有些农户呢认为这个定植以后3到4天就应该去浇这个缓苗水，有些呢认为应该是10天左右再去浇这个缓苗水。那么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呢？假如说咱们这个定植水是大水去浇灌的话呢，那么缓苗水建议咱们朋友们呢一定要放到这个10天左右去进行浇这个缓苗水比较合适。因为咱们底肥上已经使用的比如说有这个化肥，那么经过这个水浇以后它要有一个释放的一个过程肥效起作用的一个过程。那么正好呢7到8天这个肥效开始起作用。另外呢，假如说我们是定植水是大水定植的话呢，如果说我们3到4天又开始浇缓苗水，那么这个水量呢就比较大。
另外呢，很容易导致一个高湿的一个环境啊，很容易导致一些颈肌腹啊这样的一个病害的出现，或者是沤根的一个情况出现，反而呢不利于我们这个蔬菜的一个缓苗。所以说呢，建议咱们朋友们啊，如果说定植水是大水的话，建议您这个缓苗水呢一定要放在10天左右啊去进行。如果说咱们这个定植水是小水或者是中水去浇灌的话，那么您这个缓苗水呢，可以提早到7到8天啊去进行浇灌就可以了。缓苗水呢，一般我们提倡以小水为主就可以了。希望本期的讲解对咱们朋友们呢，尤其是菜农啊有所帮助。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一期呢我们又见面了。有些咱们菜农啊，普遍呢在咱们种植大棚的这个过程中啊，会发现啊，这个棚内呢，只要一浇水之后啊，这个地面呢就会出现一些红苔啊，或者是青苔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有些比较严重的地块呢，就会出现一些死壳这样的一些情况。不管呢是青苔还是红苔啊，说白了啊，这些呢都是一些土壤反炎的一种现象啊。为什么这几年啊，就是土壤反炎这个情况特别常见到的呢？主要呢是我们这个菜农啊，比如说呢，这个有时候使用这个不腐熟不发酵的这种鸡粪啊比较多，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鸡粪里面实际上是含盐量啊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菜农啊，就是追求这个产量，可以说呢每年去使用大量的一些这个化肥啊，这个磷和钾呀超量了，这样呢就会导致一些这个反炎的情况出现了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做呢？当然了，第一个呢，就是说在高温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去，比如说为了同时防止一些地下害虫跟一些线虫啊，或者是一些病害，那么我们呢可以结合这个闷棚。大家知道这个闷棚的时候呢，我们呢要大水去漫灌，一定要利用好这边闷棚水啊。也可以呢，我们在种植之前呢，然后呢大水漫灌1到2次，然后呢充分的给它洗盐，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我们呢可以去使用一些微生物的菌剂啊，逐渐的去调理一下土壤。第三个方面呢，就需要我们呢，可以呢去购买一些这个醋，比如说一个大棚啊，1亩地的棚呢，我们就可以去使用到这个10斤到12斤，然后呢随着这个大水呢进行冲湿，然后呢进行一个酸碱中和，这样子呢去解决那么土壤反炎的一种情况啊，所给咱们菜农带来的一些影响。希望本期的讲解对咱们朋友们呢有所帮助。